诚意车被喷红漆，当追星变成有组织犯罪，法律为什么管不住？假设今天你的车被人喷满了红漆，车身上写着去死贱人这种话，你会怎么做？报警对吧？很正常的反应。警方调监控，查嫌疑人，立案，走法律程序。在一个正常社会里，这应该是个3天之内就能处理清楚的案子，但如果你是诚意，或者说如果你是任何一个有点名气的公众人物，这件事的走向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平行宇宙里。事情是这样的，2026年1月15号凌晨，诚意团队在横店酒店停车场发现他们的商务车被喷满了红色油漆，车身上还写了死亡威胁性质的文字。凌晨5点左右，社交平台上有人说嫌疑人找到了，是一个私生饭头目，但这条信息很快就被删了。上午10点，诚意工作室正式发声明，说已经报案，证据链完整，要求依法严惩到这儿为止。如果你只看新闻，你知道的就是这些：车被喷了，人报案了，嫌疑人疑似是个私生饭。但我今天想聊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这个你们刷2分钟微博就能看完。我想聊的是，这件事背后有3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每个角度都指向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结论。我今天就当一回审判长，把3个角度都摆出来，最后告诉你们我站哪边。先说第一个角度，有法律专家说了，这次喷红漆写死亡威胁，按照刑法第293条，涉嫌寻衅滋事罪，最高能判5年。听起来挺狠的，对吧？5年不算轻了，但是真相是什么呢？数据显示，2025年明星遭遇私生骚扰的案件同比增长了340%，3倍多。但刑事立案率呢？8%。你想想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100个明星被私生饭骚扰，只有8个能走到刑事程序，剩下的92个呢？民事和解，不了了之，或者干脆自己忍了。为什么？3个原因：取证难，追责流程慢，赔偿金额低。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但算了，直说吧，法律条文写在那儿，但在执行层面，对付私生饭这种行为，整个系统几乎是失灵的。你有法条，但法条落不了地，那和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这里面有个特别荒谬的细节，喷漆者被曝是一个2003年出生的女生。2003年，算一下，事发时她22岁，成年了，完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她自己怎么说的？她说这是爱的表达。说实话，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爱的表达？往别人车上喷去死，这叫爱的表达？我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觉得悲哀，可能2者都有吧。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子的结论其实很清楚，法律工具是有的，但执行环境让这些工具变成了摆设。私生饭知道你大概率不会真的把他怎么样，这才是最可怕的。好，第2个角度，饭圈本身。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是这个女生心理有问题。个别极端粉丝吗？哪个圈子没有不对？等一下，我重新说的准确一点。这不是个别极端粉丝的问题，诚意工作室2025年12月就发过声明了，明确禁止跟拍，围堵。1个月后，1个月30天就出了喷漆事件。你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冲动行为吗？媒体披露了一个细节，我觉得是整个事件里最关键的信息，这些私生饭是有组织的。他们通过 QQ 群、Telegram 频道，以爱的名义策划跟踪、喷漆这类行动，群里甚至众筹作案经费，你们注意到没有？这已经不是追星了，这是有组织分工、有资金链、有通讯网络的团伙作案。说白了，把偶像2个字换成任何一个目标，这套运作模式跟犯罪团伙没有本质区别。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前2年韩国那边也出过类似的事，私生饭往艺人家里安装 GPS 追踪器，韩国警方直接以跟踪骚扰罪立案，那边2021年就通过了专门的反跟踪骚扰法。日本也有类似的法律框架，但在国内呢？到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跟踪骚扰行为的法律。
每次出事都是拿寻衅滋事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法去套，套不上的就只能民事调解。这不是程毅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行业的制度缺口，而且有个现象特别值得说，低龄化。这个03年的女生，她可能从10几岁就开始接触这种私生饭群体，在群里被灌输这是爱她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离她更近。到她22岁真的动手了，她甚至不觉得自己在犯罪。这部分我还没找到足够可靠的信源来证明这个洗脑链条到底有多普遍，所以只是个人推测，你们自己判断。但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问题就不只是一个疯狂粉丝，而是一个能批量制造极端行为的系统。第三个角度，也是我个人觉得最讽刺的，维权悖论案里说，程毅有工作室，有安保团队，有法律顾问，维权能力应该比普通人强太多了，对吧？然而现实是反过来的。有业内人士说了一个细节，我觉得简直离谱，普通车辆被喷漆，警方通常3小时内就能调取监控，但明星遇到同样的事，酒店的监控恰好坏了。为什么？因为酒店怕得罪粉丝群体，你品品这个逻辑。受害者因为是公众人物，反而得到了更差的对待。更魔幻的是，明星去报案，可能还会被问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粉丝情绪。执法部门在担心粉丝的情绪，而不是受害者的安全，稍微跑个题，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明星被私生饭骚扰之后选择不报案？不是他们不想，是报案的成本太高了。你要面对的不仅是法律程序，还有舆论反噬。一旦报案，私生饭群体会在网上发动攻击，说你不爱粉丝耍大牌，报警抓自己的粉丝。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拉回正题，程毅这次选择了硬刚。工作室声明里说得很清楚，这次维权不只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安全机制。这个态度我是认可的，但我也想说一句实话，一个艺人不应该需要自己去推动行业安全标准的建立，这是制度的责任，不是个体的责任。好，3个角度都摆完了。法律角度说，有法但执行不力；饭圈角度说，已经形成组织化犯罪生态；维权角度说，明星作为受害者反而面临更多阻碍。那我的判断是什么？我站第二个角度，但同时认为3个角度指向同一个根本问题。这件事最核心的症结不是一个女孩疯了，也不是法律不够完善，虽然确实不够完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对私生饭行为的定性太轻了。在公共话语里，私生饭还是被归类在追星文化的范畴下讨论的。追星追过头了吗？年纪小不懂事吗？粉丝也是因为喜欢才这样的吗？这种轻描淡写的定性直接导致了法律执行端的犹豫，酒店的不配合，和施害者本人觉得这是爱的认知扭曲。说白了，只要社会还在用追星这个框架来理解私生饭行为，这个问题就不会解决。因为追星听起来是无害的，甚至是可爱的，但往人车上喷去死，这叫什么追星？这就是犯罪，不需要加任何前缀。而且我想替程毅说一句公道话，这个人从出道到现在一直是圈内出了名的低调和敬业。琉璃莲花楼作品摆在那儿，观众认可摆在那儿。2023年百度沸点年度影响力男演员的奖也不是充话费送的，他没招惹谁，就是认真拍戏，认真工作。结果呢？因为人气高了，就要承受这些。不是他的问题，是这个环境的问题。换谁来，只要你红了，你都可能面对同样的事，这才是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一个人因为做得好，受欢迎，反而要为此付出安全代价，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的。最后说说，我觉得接下来会怎样。短期来看，这个案子大概率会被立案，因为证据链比较完整，而且社会关注度够高。喷漆的这个女生，如果按寻衅滋事罪走，可能面临拘留或者有期徒刑，但长期来看，我没那么乐观。除非，我说的是除非发生以下2件事中的至少一件。第一，出台专门针对跟踪骚扰行为的法律条款，把私生饭的常见行为
跟踪、偷拍、泄露行程、人身威胁，明确写进去，降低立案门槛。第二，平台承担连带责任。QQ 群、Telegram 频道里组织跟踪骚扰的，平台不能装看不见。如果平台不主动清理这类群组，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件事如果都不发生，那下次还会有诚意，还会有别的艺人遇到同样的事，只不过车上喷的字可能不一样而已。我可能说错了，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倾向于这个方向。这件事会在短期内引起一波讨论，但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跟进，热度过了之后，一切照旧。所以我想问问各位，你们觉得私生饭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是靠艺人自己硬刚，靠平台自律，还是必须等到立法？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哦。对了，还有件事，诚意工作室说这次维权是为了整个行业的安全机制。这句话如果只是说说，那就是公关话术。但如果他们真的能把这个案子推到底，打出一个有判例意义的结果，那这件坏事反而可能成为改变行业的一个起点。我是真的希望如此。好了，这期就到这儿。觉得有用的话，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继续聊。